距离2024年12月29日济州航空乌安空难已经过去2周了。关于该起空难调查的最新消息不多，但是上周末有广泛的报道说，涉事的波音737-800客机上的2个黑匣子均在坠毁前4分钟停止了记录。这一上期的消息预示着这起空难或许会像马航 MH370 那样找不到根本原因了。被俗称为黑匣子的飞行记录仪其实有2个，一个记录飞行数据，一个记录驾驶舱语音和通话等。波音737-800飞机的这2个设备分别安装在飞机的后货舱和后厨房。黑匣子的外壳使用的是钛合金和多层绝热防冲击保护材料，要经受高温火焰持续燃烧和大机值力量的持续撞击。如果这2个黑匣子真的在撞击前4分钟内没有记录任何的数据的话，基本上那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断电了。历史上这种情况是有过的。波音737-800有2种供电来源，一种是与飞机发动机关联的发电机，只要发动机工作正常便可以持续供电；另一种是备用电池，可以支持30分钟。当主副2个发电机都停止工作时，备用电池会自动向关键设备供电，其中就包括黑匣子。现在怀疑备用电池并没有启动，因为飞机并没有失去动力，也就是发电机应该仍有输出。飞机在撞鸟后曾经爬升、低空拐弯，并准备反向着陆，这说明发动机没有完全失效。飞行员在撞击前4分钟内与地面有过通话，这也表明黑匣子断电期间飞机仍有电力供应。有分析认为是发电机输出功率问题导致黑匣子失去了电力，这个可能性其实也是存在的。现在已知的情况是，飞机曾经撞鸟，有视频显示诱发喷出过火焰。撞鸟后发生了3件事，一是诱发喷火，一是 ADS-B 的数据中断，另一件就是大约2分钟之后，飞行员呼叫了 Mayday， 也就是有坠毁的风险，必须马上着陆。撞鸟后呼叫 Mayday 历史上不算常见，有分析说可能是大量的鸟击撞坏了前缘襟翼，2台发动机都开始不正常，并且情况越来越糟糕。我们认为这个分析可能靠谱，因为诱发喷火的视频可能并非撞鸟第一时间，而是越来越糟时发生的。撞击使叶片变形，诱发了喘震等，喘震时也可能喷火。这样还可以解释为何喷火时起落架是收起来的，因为这个时候在执行复飞，所以这时飞行员把起落架收起来了，襟翼可能也完全收起来了。那么在反向着陆的时候，由于襟翼收起或者是卡死，就不会有起落架没有放下的警告。当时可能2台发动机都在告警，又分散了注意力，忘了放起落架。而且由于起落架没有放下，飞机很晚才触地。其实如果算上起落架高度的话，触地位置在乌安机场恰好是正常的。这件事糟糕的问题很多，主要有2个，一是跑道尽头有个混凝土堆，它让飞机燃起了熊熊大火，证据都烧没了。2是黑匣子没有录到关键数据，只有从撞鸟后到喊 Mayday 之间约2分钟对调查有用。所以究竟是否备用电池失效，襟翼是否卡死，起落架是否忘记等等，由于关键数据的缺失，很可能像马航 MH370 那样永远都无法查证了。也有观点认为黑匣子是录到了数据，有人不愿意公开等等，感觉可能性不大，毕竟这么大的事情想要彻底长期隐瞒难度太大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